Jackson County Sheriff's Department. How can I help you, please? Yes, ma'am. I need to report my daughter missing. Is she missing or did she run away? No, she's missing. And what was she wearing? She has on a light blue coat, black pants with white stripes. Okay. 凯蒂·科尔曼，一个可爱友好的女孩。几个小时前，她就应该回家了，但现在家人一直没有她的任何音讯。消失5天后，警方有了一个毁灭性的发现：凯蒂的尸体出现在了冰冷的湖里。案发后，警方很快锁定了施暴者，等待这名歹徒的将是严厉的法律制裁，以及来自凯蒂家人的愤怒。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接下来让我们走进这浅见。大家好，我是大雄。今天分享的案例发生在美国印第安纳州克罗瑟斯维尔，这里位于印第安纳州东南部，距离州府印第安纳波利斯大约120公里，常住人口仅不到1600人，是杰克逊县下属的一座城镇。克罗瑟斯维尔的人际关系简单，过去的25年里从未发生过恶性犯罪事件，当地人已经适应了这种安全的生活方式，他们外出时几乎从不锁门，孩子们也可以尽情到户外玩耍，是个非常安全友好的小城镇。主人公凯蒂·科尔曼出生于1994年8月13日，案发时年仅10岁。凯蒂是一名小学4年级的学生，她有一个姐姐杰西卡，姐妹2人成长在一个传统的美国家庭。凯蒂的父亲约翰是一名机械师，母亲安吉拉是全职家庭主妇，一家人住在克罗瑟斯维尔这座不大的小城镇。在这种安全环境下长大的凯蒂和大多数的孩子一样，成为了一个乐观开朗的女孩。她对所有人都很友好，见到每个人都会热情地打招呼。因为在凯蒂小小的世界里，这里的叔叔阿姨都是好人，没有坏人。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天真烂漫的孩子，却在一次外出购物时不幸发生了意外。2005年1月25日，一个寒冷的周二早上，凯蒂像往常一样开始了新的一天。起床后，他和家人一起吃了早餐，然后父亲约翰开车把他送到学校上课。按照计划，明天凯蒂要参加学校组织的睡衣派对，所以今天他显得有些格外兴奋。下午3点左右，凯蒂放学回到家中，此时他的父亲约翰还没有下班，母亲安吉拉正在厨房准备着一家人的晚餐。看着母亲忙碌的样子，凯蒂决定帮忙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安吉拉看了看家里的卫生纸快用完了，于是就给凯蒂拿了一些零钱，叫他到便利店购买。这家便利店距离他们家非常近，步行大概5分钟左右。凯蒂需要先经过一栋公寓，再穿过一条铁轨，就可以到达对面的目的地。这条线路凯蒂已经走过很多次了，当时他们都没有多想，简单收拾一下后，凯蒂就从家里出发了。下午3点40分，凯蒂顺利到达便利店，她购买了所需的卫生用品，还为自己买了几根棒棒糖。买完所有东西后，凯蒂就开始沿着来时的路往回走。原本她应该很快就可以回家，但几个小时过去了，安吉拉却一直没有见到凯蒂的身影。出于担心女儿的安全，安吉拉马上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丈夫约翰。约翰得知后，很快赶回家中，与妻子一起出门寻找女儿的下落。他们去了凯蒂经常出现的地方，询问了便利店附近的住户。截止到晚上7点30分，他们几乎找遍了所有地方，不过仍然没有凯蒂的任何音讯。在这种情况下，约翰没有浪费时间，马上向警局报告了失踪的消息。接到报警后，警方很快介入调查。在与约翰夫妇了解情况后，他们判断凯蒂一定不是离家出走，没有按时回家的原因应该是发生了危险。为了不错过最佳营救时间，警方立即行动，组织了一支100多人的搜救队伍。这些人里，有人拿着喊话器到小镇的各个角落呼喊凯蒂的名字，还有些人开着全地形车到田间地头四处寻找。庞大的搜救队伍一直工作到天亮，他们尽了一切努力，几乎快要把这座小镇翻遍了。不过最终还是没有找到凯蒂的任何踪迹。排查完整个小镇之后，警方不得不考虑凯蒂可能被带到了别的城市。由于克罗瑟斯维尔的地理位置比较特殊，周围只有一条主干道，所以警方按照公路为中心，制定了一个前后30公里的搜索范围。扩大搜索后，警方终于得到了一条重要线索。一名目击者报告称，案发当天4点30分到5点之间，
他在一辆白色福特皮卡车上看到过凯蒂。当时这辆车开进了一条死胡同，从他身边来回经过了2次。他清楚地看到司机是一名身材瘦小的白人男性，年龄大约在30到40岁之间。目击者的描述让警方相信凯蒂一定是遭遇了绑架。现在他们终于有依据发布安珀警报了。安珀警报是一种主要用于美国和加拿大失踪或绑架的预警系统。当确认发生绑架或失踪时，警务部门会通过各种媒体向社会大众传播警报消息。这套系统自从引进印第安纳州以来，一共被使用了20多次，每次的结果都是正向的，受害者都还活着，所以他们对这套系统抱有很大希望。在把嫌疑人的画像以及凯蒂的信息传播出去以后，警方并没有坐等线索，他们首先根据嫌疑人的车辆信息进行了第一轮筛查工作。接下来的几天里，警方重点调查了该地区有过犯罪前科并且拥有此类皮卡车的人员。不过遗憾的是，这些人全都提供了不在场证明，所以这条线索也就暂时中断了。2005年1月30日，凯蒂失踪的5天后，警方得到了一个难过的消息：一名搜寻队员在西摩市附近的湖里发现了凯蒂的尸体。当时凯蒂已经在水里泡了好多天了，她的身上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浮肿现象。法医对其检查后，确定死因为溺水，死亡前曾遭遇过侵犯。他们从凯蒂的衣服上找到了若干红色地毯纤维，并且成功在体内提取到了男性体液。案发现场位于一处开放区域，周围有很多生活垃圾。为了不遗漏任何一个潜在证据，警方把能看到的物证全都带走进行了检测。上百件物证经过 DNA 比对筛选后，最终确定只有几个烟蒂是凶手遗留的。不过可惜的是，凶手的 DNA 与数据库中已知的所有犯罪人员全都不匹配。这个结果意味着警方必须要先找到嫌疑人，才能通过排除法确定凶手。敲定好调查方向后，警方很快展开了排查工作。3天后，他们就得到了一条令人意想不到的线索。一名叫查尔斯的男子主动找到警方，坦白自己就是杀害凯蒂的凶手。查尔斯表示，案发当天，他和朋友正在公寓内制作违禁物品，在出门搬运原材料的时候，刚好被路过的凯蒂看到了。他们非常担心凯蒂会把这件事情说出去，于是就把凯蒂绑起来带到了塞普拉斯湖。原本他们只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威胁一下凯蒂，但没想到凯蒂一下没站稳，直接栽进了湖里。掉到湖里以后，他们也没有营救，索性直接离开了。事后他感觉自己非常内疚，所以在沉浸了几天后，就想站出来交代这一切。警方对查尔斯的说法半信半疑，因为除了这些信息以外，他都表示其他事情记不清楚了。为了验证这一说法，警方采集了查尔斯的 DNA 进行了对比，结果表明查尔斯的 DNA 与凶手的 DNA 完全不匹配，这也就说明他根本就不是凶手。虽然查尔斯没有说过为什么要承认一件自己没有做过的事情，但警方相信他可能因为吸食了违禁物品导致出现幻觉，或者纯粹为了吸引人们的注意才故意这样做的。在查尔斯身上浪费了几天时间后，警方又重新回到了原定的调查计划中。他们通过分析案发现场找到的烟蒂，发现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线索。原来这个烟蒂来自一个非常小众的香烟品牌，而且据了解，这个品牌的香烟只在当地4家便利店销售过。一般来说，烟民一旦习惯了一个品牌的香烟，是轻易不会更换其他品牌的。所以警方判断，这名凶手在近期内肯定还会继续购买。于是他们决定就从香烟的销售方面开始着手。接下来警方挨个走访了这4家便利店，他们特意叮嘱店员，一旦发现有人购买此类品牌的香烟，一定要第一时间与他们联系。前期工作准备好后，警方能做的就是静等歹徒自己上钩了。大约过了1周后，警方接到了一家便利店的电话，店员表示，一名开着白色福特皮卡车的男子刚刚从店里购买了一整条此类品牌的香烟。他按照警方的要求记下了该名男子的车牌信息。得到这条线索后，警方很快锁定了汽车主人，他就是安东尼·斯托克尔曼。时年40岁的安东尼是一名工人，以前没有过犯罪前科。他已经结婚生子，平时生活在克罗瑟斯维尔以北20公里处。警方对安东尼其实并不陌生，实际上在案发几天后就曾找到过他了解情况。当时安东尼声称自己在案发时就在克罗瑟斯维尔。
不过他一直在忙着给母亲搬家，没有注意到凯蒂。他的妻子也为他提供了不在场证明，所以一开始警方并没有把安东尼列为嫌疑人。不过从现在来看，安东尼肯定与这起案件有直接关系，于是警方没有打招呼，直接去到他家进行了调查。安东尼对警方的再次到来感到有些意外，得知警方的来意后，他坚决否认与这起案件有任何关系，并且表示自己已经很多年没有去过塞浦拉斯湖了。看到这种情况，警方也没有继续追问，他们直接提出了索要 DNA 的要求。沉思片刻后，安东尼最终同意了。拿到 DNA 后，警方马上送到了犯罪实验室进行检测。几天后，他们得到了一个满意的结果，安东尼的 DNA 与凶手的 DNA 完全一致。为了完善证据链，警方又到安东尼和他母亲的住所进行了检查。他们在安东尼母亲家的卧室里找到了一张红色地毯，经过分析后，技术人员确定凯蒂身上的红色纤维就来自这张地毯。现在警方已经掌握了充足证据，很快他们就以谋杀罪将凶手安东尼抓获。面对铁一般的证据，安东尼仍然狡辩自己是无辜的，他没有任何悔罪情节，也没有交代犯罪经过。不过根据目前掌握的线索，警方也能推测出大概的事发经过。他们认为安东尼在给母亲搬家时偶然遇到了购物回家的凯蒂，安东尼利用凯蒂的天真把她骗到了母亲的公寓，在卧室的地毯上，安东尼对凯蒂实施了伤害。犯罪结束后，安东尼将凯蒂带到了塞浦拉斯湖，他点燃了香烟，静静等待凯蒂沉没在湖里，直到看到凯蒂不再挣扎，安东尼才不慌不忙地离开了现场。2005年4月17日，凯蒂遇害的3个月后，此案进入了审判流程。安东尼因谋杀罪等多项罪名被判处终身监禁，不得假释。安东尼对这个判定结果表示不服，他提起了上诉。安东尼的理由是，当时他的父亲刚刚去世，这给他的精神和心理造成了很大影响。案发时他的精神处在不正常的状态，所以请求法院重新受理此案。不过这个要求很快遭到驳回，法院还是维持了终身监禁的判决。然而这并不是安东尼最后的惩罚，不知道是不是巧合，安东尼入狱后没多久，凯蒂的表哥贾里德就因为盗窃罪被关进了同一座监狱。贾里德趁着这个机会对杀害表妹的凶手实施了额外惩罚。2006年9月的一天，贾里德带着自制纹身工具和一把小刀偷偷溜进了安东尼的牢房。等到安东尼出现后，贾里德拿出刀子放在安东尼的胸口，强行在他的额头上纹下了凯蒂的复仇。贾里德想让安东尼时刻记着凯蒂，并且也想让监狱内其他人都明白他做了些什么事情。在监狱这种等级制度森严的地方，安东尼这类犯人是最不受人待见的，所以他一定会为自己犯下的罪行吃很多苦头。事后贾里德也因为这件事情受到了相应惩罚，他从原本的6个月监禁改判成了7年有期徒刑。不过即便如此，贾里德也不后悔自己的行为。好了，本期案件分享到这里也就结束了。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请帮我点赞加关注，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我是大熊，下期见。